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師。現在呢，我們正在進行的是 HSK 6級考前輔導系列課程。那這個課程呢，可以幫助大家全面的去準備和複習 HSK 6級考試，從而獲得一個更高的成績。那 HSK 6級呢比較難，所以呢課時會比較多。希望大家呢能夠耐心的跟着我們一步一步的去學習啊，然後呢在下課之後別忘了去多做一些練習。那現在呢我們正在進行的是聽力的第二部分。我們前邊已經介紹了一些最基本的方法，而且也進行了一部分的練習。那現在我們還是要繼續做練習。那我們現在這次呢要介紹的是項目這樣的採訪對象那如果是有一個項目的負責人被採訪的話，如果你是一個記者，你會問他什麼樣的問題呢？首先呢，一定會先介紹一下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項目，然後呢，項目的特色和優勢是什麼，然後在項目的進行過程當中遇到了什麼樣的困難，而且你是怎麼去解決的。這一定會成為被採訪者這個的問題的這個主要的問題。那麼你也可以想一想，如果你去採訪一個項目的負責人，你是不是會問這樣的問題？而且你還會不會問別的問題呢？一定要認真的想一想，然後呢，多去做一些類似的題目，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所收穫的。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個 ABCD， 我們先看，然後先來猜一猜這個ABCD 可以告訴我們的信息是什麼。首先 A 是出口的， B 是關於攝影的， C 市場反響較好， D 是純手工制作的。那這個是關於一個可能是一個產品或者是一個項目一個活動，它是什麼樣的所以你一開始的時候就一定要聽清楚這個東西是一個什麼樣的項目或者什麼樣的產品或者什麼樣的活動，這個一定要聽清楚。那22A 優秀的設計， B 完美的服務， C 低廉的價格， D 強大的功能。那麼這個項目或者這個產品或者這個活動最大的優點最大的優勢是什麼呢？一定要聽清楚。23A 技術更先進， B 做工更精良， C 廣告宣傳更到位， D 更了解本地客戶需求。那麼這個說的就是我們跟別人比，我們的優勢是什麼一定是這樣的，因為它裡面有更所以更就是比較的意思呀。那你的優勢，你跟別人比，你強在哪裡？一定要注意聽清楚。24A 女性， B 兒童， C 年輕人， D 中高端消費者。那從這兒可以判斷出來，這問的應該是這個產品的市場定位。所以這篇這個採訪應該是關於這個產品的負責人就是記者去問這個產品的負責人，你們的產品是怎麼樣的產品？所以你們的產品是想賣給誰的呀？是要賣給女的，還是兒童，還是年輕人，還是中高端消費者呢？你要認真的去聽了。25A 影響相對較小， B 受到嚴重衝擊， C 準備打價格戰， D 從中受益匪淺。那既然是一個產品，一定會遇到了一個問題，那遇到這個問題我們會怎麼樣呢？我們會影響比較小嗎？還是說我們會受到嚴重打擊呢？還是說我們準備打價格戰去解決？還是說在這個問題當中我們會獲得一些好處呢？那這個大家一定要認真的去聽。好，那我們基本了解到了情況之後，現在我們一起來聽一聽，然後同學們來找答案。第21到25題是根據下面一段採訪。我覺得這個展廳佈置得很有特色，請您給我們簡單介紹一下。我們展廳主要是展示雕刻工藝的產品，都是純手工做的。
這些是我們重點推薦的產品，也是我們今年的一個新的概念，來這裡做一個嘗試，想看看市场的接受度怎么样。如果市场有比较好的反响的话，明年我们会在这個系列上做得更加豐滿，可能會不止一個系列，會有2-3個系列了。你們品牌最大的特色是什麼呢？我們的特色還是設計，我們一直致力於將好的設計、世界上領先的設計靈感引入到我們的產品上，引入到我們的設計中，推薦給國內的用戶。現在國外也有很多家具品牌進入中國市場，怎樣面對這種激烈的競爭呢？首先，我們很歡迎他們來到中國市場，這證明我們的市場是有活力的、有吸引力的。當然，我們作為民族的品牌，作為本地的企業，首先我們更了解客戶的需求，我們更了解中國人的審美，更了解中國人的消費習慣。可能國外的產品工藝上做得很精緻，但中國人更需要的是溫馨感，一種家的感覺。在這方面，我們的設計和東方人更為貼近，所以我覺得我們的產品在這個氛圍的營造上更能為國人所接受。那我們這個品牌的消費者定位在什麼層面上？現在我們做的都是中高端產品，主要是針對別墅和高端公寓的市場，還有精品的會所市場。今年原材料等都在上漲，這對於我們產品的銷售有什麼影響嗎？我覺得這個是整個行業面對的問題。我們之所以一開始致力於高端，就是希望能從價格和成本的競爭中跳出來，更多的以設計來吸引客戶。原材料價格的增長總是會有一些影響，但對我們來講，影響會比其他的品牌小一些。21. 關於這次展覽的產品，下列哪項正確？22. 男的認為他們品牌最大的特色是什麼？23. 面對國外產品，男的認為他們的優勢是什麼？24. 該品牌主要針對哪個人群？25. 男的怎麼看原材料價格上漲問題？好的，聽完了5個問題，那答案已經出來了，對吧？所以，那你覺得這個問題難嗎？跟我們猜的是不是一樣的呢？特別是有一些問題，你不需要聽問題，你只需要聽到他們採訪的內容就可以選擇出來，對不對？這個是非常簡單的題目哈。我們現在一起來看答案。第21題，關於這次展覽的產品，下列哪項正確？那關於產品在第一段裡邊已經有了，他說很有特色，你介紹一下，都是純手工製作的。我們已經聽到了完全一樣的句子，那選擇 D 就可以了。這個其實是我們因為這是第一個問題，這個也是第一段採訪，所以你聽到這個的時候呢，你其實就應該可以選擇 D 了你可以不聽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應該會比較簡單。然後呢，我們來看第22題，男的認為他們品牌最大的特色是什麼呢？他說呢，你們品牌最大的特色是什麼？我們的特色還是設計，所以優良的設計就是特色了。我們其實看 A、B、C、D 可以猜出來，我們聽的時候聽到了之後，馬上就可以選擇。然後我們看一下，面對國外產品，男的認為他們的優勢是什麼？
那這就是第3個問題了。那他說呢，很多家具國外的家具進入中國市场，那怎麼面對激烈競爭？那我們的優勢就是我們更了解客戶的需求，因為它是一個民族的品牌，所以了解本地客戶的需求。就是說，被採訪的這個公司或者这个產品的負責人，他們是國內的，所以他們會了解國內人的需求，那就是本地客戶的需求相跟這個國外的客戶相比，我們就是本地的民族的這樣的一個企業，所以這個同學們一定要了解一下。好，答案選擇 D， 你應該做對了。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說呢，該品牌主要針對哪個人群？這個也是特別簡單的，他也是提到了，現在我們做的都是中高端產品，主要針對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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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中高端產品，那當然是中高端消費者，所以這個也是比較簡單的，而且同學們不需要聽問題也能夠猜出來問題是什麼，所以可以聽到這個句子的時候，直接就去選擇了。然後我們來聽一下，他說男的怎麼看原材料價格上漲的問題那他在後邊也是有這樣的一個直接答案的。他說呢，原材料價格的增長總是會有一些影響，但對我們來說影響會比其他的品牌要小一些，所以也是很直接的答案。那麼答案應該要選擇 A， 影響相對較小。那麼同學們有沒有發現，他這個題目出題的順序跟記者採訪的順序是完全一樣的？那幸運的是，這個題目裡邊沒有關於誰誰誰下列哪項正確這樣的題目，所以你只需要按照順序聽一個題看一個 ABCD， 聽一個看一個聽一個聽一個看一個，這樣按照順序去走，基本上都是可以馬上就能把答案選擇出來的。所以呢，這樣的題目還算是比較簡單的。那這是他們有一個品牌去參加一個展覽會，那記者去採訪這個品牌的負責人，詢問一下關於你的這個品牌的特點、優勢，那你們面對的困難怎麼解決等等這樣的問題。這種情況在這個採訪裡邊也是會出現的，所以同學們了解一下問題的思路，然後把它給記住，然後下課以後記得去做練習。然後現在呢，我們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之後，我們再來看，有的時候呢，他會採訪一些什麼樣的人呢？就是一些普通的人，雖然他很普通，但是又有一點點特別，所以會採訪他的個人的經歷、個人的生活和個人的活動。那麼像這樣的採訪也有的時候會出現，有的時候這個人是一個做了一點點特別的事情的人，但是有的時候這個人也有可能是一個非常普通的人就是這個普通人關於生活、關於社會、關於工作的一些看法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採訪到這樣的人的時候，那我們很難去猜他要問的是哪一個方向。所以呢，我們如果去看這樣的內容的時候，我們只要去認真的看ABCD， 我們認真的聽就可以了我們首先來看這個，還是要從 ABCD 裡邊找到一些線索。首先呢，26題 A 雪山雄鷹， B 草原雄鷹， C 雪山勇士， D 高原舞者。那看到 ABCD 之後，他們都是稱號，所以你就一定要去聽清楚這個人他的稱號是什麼，有什麼什麼之稱的誰誰誰我們在前面遇到了2次，一個是畫壇泰斗，一個是冰上蝴蝶。那在以往的 HSK 6級考試裡邊，有的時候也會出現會出現一些這樣的有什麼什麼之稱的誰誰誰，這樣的情況還是蠻多的。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到 ABCD 馬上認真去聽，它到底是它的稱呼是什麼。27 A 增強體質， B 欣賞自然美景， C 豐富人生閱歷， D 理解生命的意義。那
可能問的是這個人做的這件事情的好處是什麼啊？好處是什麼？28A 懂得反省 ，B 情感豐富 ，C 不怕死的精神 ，D 良好的溝通能力。那这个就是，如果你应该具備什麼樣的特點、什麼樣的性格和素質啊？他可能是一個這個方面的一個比較成功的人，所以那如果你想成功，你應該具備什麼樣的能力和什麼樣的特點呢？請大家一定要認真聽清楚。29A 是攝影愛好者 ，B 小的時候身體不好 ，C 是專業登山運動員 ，D 正在組建新的登山隊。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關於男的下列哪項正確，或者是關於女的可以知道什麼？那 A、B、C、D 裡邊，它也可以告訴我們一個信息。被採訪的人也很有可能是登山的人，他的愛好是登山，或者他就是專業登山運動員呢？我們這個要聽一聽才能知道。然後關於被採訪者下列哪項正確，大家一定要一邊聽一邊來判斷。那第30個 A 20多天 B 3-4週 C 3-4個月 D 1年。同學們如果在題目裡邊看到了數字，一定要格外的小心。那你在聽的過程當中，一定會聽到1個或者2個甚至3個數字，一定要聽清楚這是關於什麼的數字。如果只聽到1個數字，直接選擇就可以了。這個題目相對而言其實是比較簡單的。好，那我們了解了之後，那如果他們真的是這個被採訪的人真的是登山的人，那就是他的稱呼是什麼，外號是什麼，登山可以怎麼樣，想要登山要具備什麼樣的素質，然後這個就不太清楚了，可能你準備的時間，還是說你在山裡的時間等等，我們要注意去聽，要注意去聽這個時間到底是什麼樣的時間呢？我們現在一起來聽一下這個人的故事啊，他被採訪的這個問題情況。現在呢，一起來聽，然後記得要回答問題。第26到30題是根據下面一段採訪。各位好，今天的嘉賓是西藏自治區登山隊男子分隊隊長次仁多吉，請他給我們講述一下他攀登世界高峰的心路歷程。你好。20多年裡，您征服了世界上所有的8000米以上的高峰，被國際公認為攀登高峰次數最多、成功登頂次數最多的人。人們稱您為雪山雄鷹和橫跨珠峰的第一人。您怎樣看待這些成績？取得這樣的成績，首先是感謝我的父母，感謝父母給我那麼壯的身體，再加上我周邊的很多登山愛好者，也可以說我的朋友、同事們給我的幫助。如果一個人去完成登山那麼大的任務是不可能的，沒有他們的力量，我不會成功的。您為什麼當初會選擇登山的活動？您覺得這樣的運動魅力在什麼地方？登山這個行業對西藏人來說是優勢，對我來說是特別的優勢。我的身體和各個方面的條件允許，所以我一直在參加登山這個活動，都30多年了。這個活動最能給我戰勝困難的勇氣和信心。經歷過死裡逃生後，人就能理解什麼是生命了。您認為想成功登頂的話，需要具備哪些優秀的素質？登山沒有一定的耐力，沒有一定的吃苦耐勞、不怕死的精神，那成功的幾率就很少。是的，在登山過程中，很多危險都是難以預測的。作為登山隊的隊長，您要比隊員多做什麼樣的工作？作為登山分隊長，承擔的責任就更大。我作為一個登山隊長，我後面還有一個領隊。我們要從拉薩出發的時候，大概3-4個月以前就要開始計劃各種裝備、各類技術裝備，到上面拉繩子等等，那些都要先了解清楚再計劃。計劃比較細，再報體育局，這個經費要落實，好多細節要做。每次登山的時候要開好幾次會。一直到挖岩、修路、準備繩子，都是我的責任。26，男的被人們稱為什麼？
27，男的認為登山的魅力是什麼？28，男的認為登山最需要具備什麼素質？29，關於男的，下列哪項正確？30，登山大概要提前多長時間準備？好，那同學們有沒有把答案都做出來呢？這個題目總體來說還是不是特別難的，有幾個稍微有一點點難，但是我們如果認真的想一想，還是可以做出來的。所以我們現在一起來看答案。首先，我們看到男的被人們稱為什麼？當然，你只要一看 ABCD 就知道問題就是這個了。所以在答案當中，人們稱您為雪山雄鷹和橫跨珠峰的第一人，所以雪山雄鷹，大家一定要聽到的時候馬上就可以選擇了，你不需要去問，不需要去聽問題是什麼，直接選 A，OK 了就已經好了。這個問題還是比較簡單的。那大家在這裡呢要注意一下哈，他是登山隊男子分隊的隊長。而且他登了所有的山，对不对？所有的最高的山，所以他其實是一個專業的登山運動員啊。所以這個呢，關於男的可以知道什麼？他是專業運動員。雖然沒有直接聽到專業這個詞，但是根據他的這個經歷和他的身份，我們也可以猜測出來，他是專業登山運動員，因為他已經從事這個活動30多年了。好，那然後我們再來看。男的認為登山的魅力是什麼？這個呢就不是那麼直接，但是呢我們也聽到了，就是他說呢經歷過死裡逃生後，人就能理解什麼是生命了。那這個就是理解生命的意義，理解什麼是生命，那就是理解生命的意義。那這樣的說法呢，在漢語裡邊特別的平常和普通，同學們一定要熟悉起來啊。那這個呢，因為他提到的就只有提到的是經過死裡逃生之後理解什麼是生命，所以沒有提到增強體質，沒有提到欣賞美景，也沒有提到豐富人生閱歷，都沒有提，只提到了生命，所以當然答案應該要選擇 D。好，我們來看一下第28題，男的認為登山最需要具備什麼素質？跟我們猜的是一樣的。那他說了一些素質，他說呢，要有耐力，沒有吃苦耐勞不怕死的精神，成功的幾率就很小。所以一定要有吃苦耐勞不怕死的精神，所以答案應該要選擇 C。 所以在這裡呢，要提醒大家，在聽採訪的時候，或者是做任何一個聽力練習的時候，你一定要聽清楚，它是正面去說還是反着來說。正面說一定要有什麼，反着來說就是說沒有什麼是不行的，沒有什麼是不可以的，那意思是要有什麼。所以這個沒有就不行的這樣的句子，同學們一定要聽清楚啊，這個是需要你換過來啊，反過來想一想的。那這樣的通常會稍微難一點點，所以同學們要注意了。好，那這個題目我相信同學們應該也是可以做出來的。然後關於男的，下列哪項正確呢？ A， 他是攝影愛好者嗎？沒有說。他從小的時候身體不好嗎？不對，他從小身體就特別好，感謝父母給我的好的身體。然後正在組建新的登山隊，這個也不是，他已經是登山隊的隊長了。然後他是
男登山队男子分队的队长，征服了世界上所有的8000米以上的高峰，是雪山雄鹰，所以答案应该要选择 C， 他是专业登山运动员，而且在后边我們還可以聽到他已經從事這項活動30年了。好，那現在呢，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時間詞，這個數字的詞數字的題。那我提醒過大家，如果大家在看這個5個題目的時候看到數字了，馬上哎呀，我得注意去聽呀。那我們很幸運的是，在這個採訪裡邊只聽到了1個數字，那就是3、4個月以前就要開始計劃。當然，我們也聽到了他從事這個活動已經30多年了，但是 A、B、C、D 裡邊沒有30多年，所以答案選擇 C。登山大概要提前多長時間準備呢？他說3、4個月以前就要開始計劃，所以答案選擇 C。這個題目也非常簡單。那如果是採訪一個人，採訪他從事的活動，那跟採訪一個行業、採訪一個運動員，其實也差不太多。那就是會問他你是怎麼就開始啦？你做這個活動有什麼優勢嗎？做這個活動有什麼特點嗎？有什麼要求嗎？大概會問一些這樣的問題。那這樣的問題呢，有的時候有一點不太好猜，但是呢，我們也可以通過看 A、B、C、D， 大概有一個猜測所以呢，一邊聽一邊看 A、B、C、D 還是非常有用的，請大家一定要注意。然後呢，我們要做最後一個練習了，那就是也是個人生活和活動，採訪一個普通人。那採訪他什麼呢？我們不容易確定他，那我們只能通過 A、B、C、D 來確定。首先呢，我們來看26題 A 每天打電話 B 陪父親打網球 C 帶父親去旅遊 D 取得更好的成績，就是這個人做什麼可能會跟父親有關係。27 A 有矛盾 B 很少見面 C 他要照顧父親 D 他很敬畏父親，所以他跟父親的關係是怎麼樣的。28 A 並不對立 B 事業更重要 C 要以家庭為主 D 只能選一個。所以 A、B、C、D 我們根據這個選項可以判斷出來，他問的是家庭和事業是對立的，哪一個更重要，還是你要選擇一個。所以這個我們要注意去聽這個女的，因為是她女的，她的看法是什麼。29 A 很朴實 B 愛趕時髦 C 是位工程師 D 不會發短信。那麼這個 A、B、C、D 也是關於誰誰誰，下列哪項正確？那有他有父親，所以有可能問的是關於他，有可能問的是關於父親，下列哪項正確？所以呢，同學們要認真的去聽，他是怎麼樣的，父親是怎麼樣的。那30 A 為人風趣 B 喜歡看童話 C 是公司秘書 D 家人都支持他的事業。這裡有一個他，所以我們可以判斷出來這個題目是關於他，下列哪項正確？那這個的話應該就是關於父親，我們可以知道什麼。所以呢，我們通過分析 A、B、C、D 我們也可以有一個大概的一個這個預測。所以那就要看一看真正聽的時候到底是不是這樣的呢？所以我們現在一起來听這篇採訪，應該是關於這個女的和父親的關係討論家庭，討論父親的。那我們聽一聽到底是不是這樣。第26到30題是根據下面一段採訪。平常用什麼方式對爸爸表達你的愛？中國人好像不太喜歡用這種語言直接的表達，所以女兒也很少跟爸爸說我愛你，更多的方式是默默的去做吧。我會常常帶爸爸出去玩，去旅遊，去他喜歡的地方，還會買些禮物送給他。雖然我爸爸70多歲了，
但是他還是很愛趕時髦的，從穿的到用的，有的時候也挺喜歡名牌的。所以從物質上小小的滿足一下我爸爸的虛榮心，也算是表達一下自己的愛吧。你和爸爸的關係，小時候和現在有什麼變化？當然有很多變化，特別直接的一個例子就是出去玩。有一次，爸爸帶我去紫竹院划船，家裡別人都沒去，爸爸一個人帶着我，享受父女之間很私密的時光，而且還留下了很多照片，是我爸爸親自為我拍的。但是現在出去旅行，就感覺好像是我帶着爸爸去玩，因為去的國外語言不通，或者是我比較熟悉這些地方。總之，我又是保姆，又是翻譯，而且還是秘書，要掌管一切。事業和家庭對你來講會不會矛盾？如果矛盾了，你要怎麼樣解決？我從來都不覺得事業和家庭是一個矛盾體。很多人都說事業和家庭是对立的，對於女人來說，可能只能選擇一個。但是我總覺得事業和家庭其實是可以完美的連在一起的，而且做得好的話，其實家庭会是事業一個很大的動力，或者說給予你事業很大的支持，而事業也可以是你家庭一個快樂的源泉。所以在我看来，從來都不矛盾。在記憶裡，父親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時候是？大概是幾年前吧。我記得那年我過生日，我是在深圳出差，當時我父親在澳大利亞出差，我接到了父親給我的一個短信。那時候我爸爸剛会用短信，我记得特別清楚。我當時在深圳的酒店裡面收到短信，大意好像是：爸爸在你過生日的時候沒有能夠守在你的身邊，但是在南太平洋也要祝女兒生日快樂。最重要的是有一句話：爸爸媽媽、哥哥姐姐，我們這個家都會一直支持你，都會以你為最大的驕傲。我看着這條短信，眼眶就濕潤了。26，女的平時會怎樣表達對父親的愛？27，女的和父親的關係現在怎麼樣？28，女的怎樣看待事業和家庭？29，關於父親可以知道什麼？30，關於女的，下列哪項正確？好，那問題我們都聽完了。我相信聽完了問題以後，同學們一定已經把答案馬上選擇出來了。甚至有的同學，有的問題在沒有聽到問題的時候，在聽採訪的時候就已經可以選擇出來了。比如說第一個題目、第3個題目基本上包括第4個和第5個，你沒有聽到問題也可以選出答案來，因為這個問題你是可以猜出來的。好，那現在呢，我們就要一起来看一下這個採訪它的問題答案應該是什麼。好，我們首先看一下第一個題目，問題是女的平時會怎樣表達對父親的愛？那我們看到了，就是聽到的這個內容是非常多的，但是其實答案還是非常簡单的就是因為他提到了女兒很少跟爸爸說我愛你，那更多的是做，那做的时候我会常常带爸爸出去玩去旅游，這句話是非常清楚也比較簡單的
那你一聽就聽到了，然後呢，你可以馬上就選擇出來。好，然後在這段話裡邊呢，雖然這個問題跟這個句子有關係，但是在這段話裡邊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句子，不知道同學們有沒有注意到？他在這裡呢，他說呢，除了去旅遊之外呢，還有一個就是會給爸爸買禮物。為什麼呢？因為我的爸爸呀，很愛趕時髦啊，他是愛趕時髦的人，所以呢，這一點你也要記住。因為關於爸爸，我們可以知道什麼？這裡邊呢有這個愛趕時髦的選項。那如果你沒有提前看啊，那你在這裡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你在總結這一段話的時候，你要記住的信息是：女兒不跟爸爸說我愛你，她帶爸爸去旅遊，而且給爸爸買禮物，因為爸爸愛趕時髦，有的時候喜歡名牌，所以這個是這個女的表達對爸爸的愛的兩種方式。那原因就是爸爸愛趕時髦，爸爸也喜歡去一個地方旅遊。所以在這裡呢，我們獲得的信息不僅僅可以回答這個問題，而且可以回答第4個問題，就是關於爸爸我們可以知道什麼。好，那現在我們來看下一個題目。下一個題目是女的和父親關係現在怎麼樣？大家一定要注意，現在怎麼樣呢？那我們在這個裡邊，他的記者的問題是：你和爸爸的關係小時候和現在有什麼變化？那這段話裡邊他說了，就是有變化。首先是有變化的，那以前是爸爸帶我出去玩，現在是我帶爸爸出去玩，所以呢，這個角色是反過來的。你只要記住這一點，這個問題就並不難了。那我們可以看到呢，他說呢，現在出去旅行，感覺好像是我帶着爸爸去玩因為這個國外語言不通還有或者是我比較熟悉這些地方。總之，我又是保姆，又是翻譯，而且還是秘書，要掌管一切。那保姆翻譯和秘書工作都是幫助的工作，都是照顧的工作，所以現在呢是我要照顧父親他要照顧父親，所以以前是父親照顧我，現在是我照顧父親。那麼這個答案不僅僅能從這個文章裡邊可以聽出來，那另外呢，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對大家來說非常普通的、非常普遍的一個想法，就是我們小的時候父母照顧我們，那父母老了以後我們照顧父母，這個特別是在中國是一個非常非常普遍的這樣的一種想法就是我們都覺得應該就是這樣的，這是理所當然的。好，那這個答案呢還是比較容易選擇出來的。那然後我們看下一個問題，他說女的怎樣看待事業和家庭？那其實同學們在看到 ABCD 的時候就已經知道了這個問題的這個問題是什麼。那我們在聽的時候也很幸運的聽到了說事業和家庭對你來講會不會矛盾？如果矛盾了怎麼辦怎麼解決？那這個女的說呢，她說我從來都不覺得事業和家庭是一個矛盾體。那這句話其實已經可以告訴我們答案了，不覺得矛盾，那就是並不對立。那有很多同學可能第一句並沒有聽得很清楚，但是你看，其實後邊的所有的句子都在說一件事情。他用了很多話，但是表達的意思就只有一个：事業和家庭並不矛盾，並不對立。那他說呢，很多人都說是對立的，但是我總覺得事業和家庭其實可以完美的連在一起的。這裡也要注意，同學們一定要聽清楚，很多人都說對立，但是我覺得一定要注意後邊有但是因為我們在做聽力練習的時候呢前邊和後邊可能有一些句子我擔心同學們可能沒有去完整的把握，因為有很多時候我們上面也說過了，它是反着說的。如果沒有是不可以的，意思是一定要有。那在這裡呢，很多人覺得是 A， 但我覺得是 B。那你要知道，
就是前面这個部分是對立的，那這是別人的看法，或者是很多人的看法，並不是我的看法。所以在這裡，同學們如果聽到很多人都說怎麼樣，你一定要小心，在後邊會不會有一個但是。如果有但是的後邊才是正確的答案。所以在這裡呢，同學們一定要注意一下，答案應該要選擇 A， 並不對立這個女的覺得並不對立。那還要注意的是後邊他說呢，而且做得很好的話呢，其實家庭會是事業一個很大的動力，或者說給予你事業很大的支持這句話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女的覺得如果做得好家人會給你給予你的事業很大的支持。那後邊他也提到了，所以關於女的下列哪項正確裡邊呢，他就有一個家人給他很多的支持，這個句子對不對？在這裡其實女的覺得如果是好的話呢，可以給予你很大的支持。那後邊他也提到了爸爸給他的短信，其實通過這兩個點我們可以判斷出來那個問題的答案是什麼。那我們當然現在還是要先看第4個題目，關於父親可以知道什麼？我們剛才已經知道了愛趕時髦的，所以應該要選擇 B。 那 A 很樸實，爸爸有的時候喜歡名牌，所以不是很樸實的人，有一點點奢侈。那 C 是位工程師，我們完全沒有聽到，我們只聽到了爸爸去澳大利亞出差，但是他做什麼工作的呢？我們不知道。不會發短信，那我們聽到了爸爸去澳大利亞出差的時候，女兒過生日，爸爸給女兒發了一個短信，所以他是會發短信的。但是那個時候呢是剛學會發短信，所以呢這個也不是正確的，所以答案應該要選擇 B 我相信同學們應該是都已經做對了。然後我們來看最後一個，關於女的我們可以知道什麼關於女的下列哪項正確？ A 為人風趣，我們完全沒有聽到這個。 B 喜歡看童話，沒有。 C 是公司秘書他說呢，我帶爸爸旅遊的時候是保姆，是翻譯，又是秘書，但是呢這個是他的跟爸爸在一起的時候他的角色是什麼，並不是他真正的工作，所以這個 C 是錯誤的。那他也對你來說呢也是一個陷阱，是你需要小心的。那家人都支持他的事業，我們怎麼去判斷這一點對不對呢？首先呢，這個女的談到了家庭和事業的關係的時候，她覺得並不矛盾。如果很好的話，家人可以給予你事業上的很多的支持。那在這裡爸爸也提到了，爸爸發了一條短信說呢爸爸媽媽哥哥姐姐，我們這個家都會一直支持你，都會以你為最大的驕傲。那這句話就是家人一直支持他的意思，所以呢答案應該要選擇 D。 我不知道這個題目你有沒有做对，這個確實是需要稍微的想一想不是直接得到答案。那所以在聽這個的時候呢，大家要知道去聽重點的內容它的這段話裡邊可能翻來覆去他說的就是一個意思，就是有一個印象深的事情，爸爸在我生日的時候在澳大利亞給我發短信，然後告訴我就是祝我生日快樂，然後家人一直支持我。那這句話你只要听懂了，這個題目其實也不是大的問題。好的，那這是我們的個人生活和活動。那在這個聽力的第2部分呢，我們很多的時候呢，這個採訪的這個人物有的是很成功的比較特別的，做了很特別的事情，我們就關於這個事情去採訪他。但是也有的時候我們就是去採訪一個很普通的人，我們談的是生活中的或者是社會上的一些小小的事情比如說你怎麼看愛情你怎麼看友情你怎麼看這個孩子的學習等等。那麼這個人關於某一個問題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所以這樣的問題呢不太好預測他會問到什麼問題。那我們在做題的時候呢，就主要還是要依靠
ABCD 來猜測。那如果同学們覺得我閱讀的速度不会那麼快，比如說我們在這裡5個問題，我不可能用10秒的時間全部馬上都讀完它，那你一定要記得先讀第1個，然後讀第4或者第5個就可以了啊。那這個是最快的速度，然后呢，然后在听的過程當中，你聽第一個問題的時候，你就讀第1個和第2個；聽第2個問題的時候，你就讀第2個和第3個，這樣去讀，那就能夠保證你在聽到答案之前已經看了 ABCD， 已經預測了可能的問題。那這樣的話呢，在你聽的過程當中，你就可以直接選擇答案，或者說你能夠記住你應該記住的。你能夠關注你應該關注的，並且記住你應該記住的，那這樣在聽到最後的問題之後，選擇答案就不會變得特別難了。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方法，請大家一定要學會，而且呢，在下課之後一定要記得多去做練習，這一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現在呢，我們的聽力第2部分就此結束了。那聽力第2部分比較難，它是採訪，但是通過我們的方法，通過我們的練習，希望你已經掌握了做題的方法，而且也希望你能夠在考試的時候非常順利。那如果同學們在學習的過程當中還有一些問題，或者是做練習的時候遇到了一些問題，那大家可以加我們的微信，然後呢，通過微信跟我們聯繫來問老師，我們都有一些專業的老師幫你來解決問題。好，那現在我們就休息，然後之後呢，我們會進行聽力第3部分的學習。好的。